是阿斌，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来找我哦。好的，那在我们的主题开始之前的话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主题，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设计师的话，你必须要提升哪一些的技能？大家可能会想到，就是说专业证照，或者是绘图能力、工程管理的一个能力，这些都是属于在一个硬底子的一个功夫。那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个，你说要肤浅嘛，也不是，这种东西是大家马上就可以执行，却又象征了很多一个面向，就是穿着打扮。今天为什么要聊到穿着打扮呢？今天不管是你在各行各业，然后你要求职过程、求学过程，大家最重要的都是自己的外表嘛。那这个外表到底有涵盖什么意义呢？至于在这个行业里面，我们不管只要讲到是设计，不管是平面设计也好，室内设计也好，建筑产品，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贩卖美感的一个行业。那这个贩卖美感的行业的话，你就可以理解，如果今天你今天买了一个 Apple 的一个笔电，多半就是因为它长得帅嘛，这个东西好像跟别人不一样，就会觉得说这才叫做设计。所以大家普世认为，就是感觉到设计除了赋予它机能上面的一个优化以外，还要有赋予美感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去帮人家设计这个东西，我们今天要去帮你改造你的家，就是要让你的家赋予美感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大可以就是去装个橱柜就好了，甚至去买一些现成的柜子啦、现成的家具，这样装扮一下，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，在机能上面都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你今天去找设计师的话，就是希望可以帮你做一个提升美感的一个动作。我想到一个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哈。我之前去考证照班的时候，那群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要好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做比较久的一个大哥，他就穿得很帅。然后那天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就在那边讲说，哇你们今天考到这样证照的话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就想说，应该就出去开公司吧，当室内设计师吧。他说你们要做这一行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子都不行。我说是哪里不行？穿着不行。靠，你不就是讲说在讲干话吗？而且你在今天在聊天的时候，你就是见面就来批评大家的穿着嘛。我就说所以我们穿着怎么了吗？不是啊，那你就穿着一个 polo 衫，然后再短一个包包，然后再戴一个粗框眼镜，头发这样短短的，你不觉得你看起来像助理吗？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嘛，就是一种很助理的样子。那个时候我刚退伍嘛，然后呢，他就讲说，你要当一个设计师的话，你有一个设计师的穿着，你自己去研究啦。反正就是你们这样子不行。如果你们真的想当这一行的话，然后呢，我们离开了以后呢，另外一个同学呢，因为在旁边跟我一起听嘛，他就想说，你们在一起的配啥回嘞，都是感觉真高。然后我就在那边下课的时候一直在那边想，我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再问他，那所以到底是怎么样？他为什么要讲出这种很伤人的话嘛？然后呢，之后下一节课的时候跑去找他说，大哥，你在讲那个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没啊，就字面上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们穿着不好啊。我讲紧跟他讲的哦，没关系，压下来。我就是一个虚心求教的一个态度。我说大哥，白话一点好吗？然后他说很简单嘛，我们是做一个美学的一个工作。你今天不管是做设计还是怎么样的，就是要贩卖你的一个美感。你想一想，有天你今天会碰到你的业主是一个比较高端的，比如他今天是做的豪宅，以我们台中来讲的话，他是在一个7期的豪宅。然后呢，他今天他会去接触到的都是百货公司精品，他可能全身上都是精品。他在这种美学熏陶之下的时候，你觉得他的美感会比你还差吗？我是不相信的。我这样想一想，好像也是。今天他们都是属于比较高端社会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刚退伍而已嘛，我就觉得说，他们的美感应该是不会还比我还低。我说不会吧？他说对嘛。那今天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看人的行业。今天他把他的家弄得美轮美奂，他会去找你吗？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给他相对应的一种能力的一种信任的话，他不可能会找你嘛。他今天就算是随便去买个橱柜，也比你设计出来的漂亮。这不是在伤你，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话。所以呢，今天如果你的美感没有办法超越你的业主的话，你今天就这个生意基本上是不用谈的，你根本是接不到的。然后甚至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内在美感很好的话，人家也看不到啊，人家先从外表开始看嘛。那你要让人家知道你的内在之前的话，必须要先用你的外在去让人家信服信任嘛。再者，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对美感是有所要求的人，你怎么可能会让你的外在这么的敷衍，就这样子放他过了嘞？
所以你看你有没有打扮，你有没有经营你的外表，其实涵盖了其实很多的含义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从事这行的话，听我的，你先去把你的外表好好的研究一下吧。好，那所以我刚刚这个东西逻辑大家就很清楚了嘛。你想要让人家相信你家能够变美的话，你就穿美一点；你想要让人家相信你家能够变帅的话，你自己就要穿帅一点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嘛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讲第二个制服的概念。制服不管是你在求学过程中、求职过程中，你的各行各业都会有个相对应的服装。比如说你是打篮球的，就会穿个篮球服嘛；打棒球的就会全身棒球的装备啦。你是空姐，你是厨师，都会有一个，比如说高帽子，都会有一种标志性的一个象征。但是我们这一行并没有，我们这一行是属于自由接案型的工作者，所以大家都是以便服为主。大家可能会想到说，设计师可能穿着一个西装外套，或者是一个围巾，这样拉得很长，穿着一个大衣，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个个人的一种打扮的一个风格而已，并不是一种具有特殊标志的。那这个制服到底有差在哪里呢？我就讲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一下。所以呢，因为前面的例子的关系，我在客户面前，我几乎都会尽量的打扮自己。可是，在工地的时候，我都会穿得非常的轻松，我都会穿一个短袖的 T 恤跟一个短裤我就去了，因为很热嘛。然后呢，那现场的粉尘又很多，所以呢，那一天我的系统柜厂商要进场的时候，我就站在那边看，因为他们都要搬材料，我就在那边看，很屌的这样看。我就在想说，看他们在订板材啦、施工啦、干嘛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认识我的只有系统柜的老板，他们的师傅是没有看过我的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师傅里面有个头，他就说：“阿弟，你工地遐无灰，你到底是在创啥？不紧搬搬的，是个要中岛啊？”然后我就认错了，他以为我是他们家阿弟。然后这个时候老板就跑出来，无啦，人说个输啦，嘿啊，你认唔对人啊。那大哥又很开始尴尬了，哦，歹势，你说个输哦，哦，我叫是讲你是阮家阿弟。然后这时候他们家的阿弟就从那个房间探头出来，我想说啊，穿着还跟我有点像，难怪你会认错。他觉得尴尬，我也觉得很丢脸啊。这样搞得好像就是说，我不像一个设计师的样子。确实啊，那一天我就是好像来帮忙搬东西的一个样子，我就一个轻松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就痛定思痛，我每一场我一定要稍微打扮得像一个样子再去。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，你在工地的时候呢，你会常常遇到很多工班。那这个很多工班的时候呢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找设计师。那你在找设计师的时候，要怎么找到你呢？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穿得最帅的那一个，就是感觉就是不是来工作的那个人就是设计师了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在现场里面，你要看大家的穿着，你至少要觉得你是最帅的那一个。这样的话呢，才不会有人家搞混。不然真的你就傻傻的跑去帮人家拿东西，还是拿建材以后，就是搞成很大的一个误会嘛。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，真的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去工地不要乱穿。要不然人家不知道你是谁。然后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其实呢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接案工作者的一个形态，所以呢，通常这个刚刚那件事情我又做完了以后，我私底下我又穿的就是轻松嘛。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搬出去住很久了，比如说我再回到我老家的时候呢，我基本上我就穿得很轻松的。然后这时候我爸都会有客人，或者是说亲戚啊什么来的，他们来的时候总会介绍说啊你是做什么什么的。我又一样穿着短袖的 T 恤跟一个短裤，就在那边。然后跟他介绍你的工作的时候，你也只能说哦，我把我刚好身上有带名片啦、平板啦、手机，把你的作品集拿出来秀。你就是穿得很邋遢，你会发现无时无刻都有人要刚你。你今天不随时随地的把自己打扮好的话，明明可能有机会的，也会人家想说哦，你穿成这样，把家交给你好吗？很高兴认识你啦，帮我们认识一下，换个名片就好了，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建议你想要做这一行吗？赶快把你的穿着打扮整理好吧。好了，这就是以上是我的观点跟我的一个经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记得来问我哦。拜拜。